美军参谋长表示，美空军战术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黎巴嫩武装势力头目发誓血债血偿。以色列17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1天内击落3架俄战机。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2月13号，美空军和太空军协会举办的战争研讨会在科罗拉多州召开。今年战争研讨会的主题呢是为大国冲突做准备。而美空军参谋长阿尔文上将在大会中发表了国情咨文，他认为美空军将面临历史性改变。如今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到第2个年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战争中呢，双方都极度依赖无人系统、火炮、战壕和电子战。而战争的需要呢，又反向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尤其是无人机领域。近几年之内呢，无人机的价格以跳水般的速度下跌，同时呢，还有大量专业的军用无人机流入到市场中。这些廉价的军用无人机为人类的战争史掀开了新的篇章，因为想要防御无人机的攻击，付出的成本往往要超过无人机的售价。同时，工业化的流水线还能让这些廉价高效的武器在短时间内大量制造。阿尔文将军甚至认为，如果面对无人机战术，美国的防空系统将直接饱和，因此美军必须考虑改变战术，来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北约空军总司令詹姆斯将军的话更加直白：我们不会拿70万美元一发的导弹击落一架价值5000美元的无人机。但随后呢，他就给出了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想威慑敌人，就需要具备一些能力，将这种不平等交换的代价强加在我们的敌人身上。詹姆斯将军所说的应该是美空军正在进行的 CCA 计划，直译为协同作战飞机。该计划的启动时间几乎和6代机同步，但研发重点在于让无人机具有远程操控或自主运行功能，并执行情报、监视、侦察、目标获取、火力打击等一系列任务。其核心需求呢是能够换取地方的高价值目标。和当前空军宝贝似的飞行员不同，当 CCA 飞机被视为一种可消耗的资源。去年，波音公司、通用电气、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获得了设计和建造 CCA 的合同。美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在组织研讨会上再次提及了此事，并表示空军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签订3份购买合同，并在明年继续扩大合同。可以看出，美国现在对无人机可谓是求贤若渴。除了装备上的转变，美空军的另一个变化在编制上。美空军正计划拆散空军原有的连队编制，并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应用场景，组建3种不同的新型连队。包括可部署连队，该连队的主要目的呢，就和名字一样，负责在战区部署，并拥有完整的战斗、生活、维修能力。主打的呢，就是攻击型。该连队的出现可能预示着美军希望在更多地方建立长期的军事基地，而就地战斗连队呢，则负责美国本土或海外美军基地的防御。他们不会被部署到战区，而是专注于在基地附近作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进攻能力，只是术业有专攻。第3种连队是 CGW 连队，该连队比较灵活，主要是辅助以上2种连队，能够灵活插入到美军其他作战单位中，执行战斗任务，就像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有的观众可能注意到了啊，美军的这3个新编队，前2个编队的名字大兵直接翻译了，而第3个编队呢，大兵则是直接用了简称。这里啊，也是大兵要吐槽的地方。CGW 编队全名为 Combat Generation Wings， 翻译过来就是战斗世代编队。这和编队目的呢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十分怪异。兄弟们，如果有什么好的翻译，也可以发在评论区。目前呢，已经有一些美军部队开始使用这些新型编制了，比如爱荷达州山加空军基地第366战斗机连队，从去年5月就成为了一支可部署连队。连队中的中队指挥官直接由连队指挥官指挥，同时连队指挥官将得到2名副指挥官的参谋与辅助，以便于指导、评估中队的行动，以及支持和协调中队层面的决策，等于是把作战指挥权交给了前线部队。詹姆斯将军直言，既然我们信任他们，把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交给了他们，那么在决策权上，我们同样应该保持这种信任。
很明显，这种改变呢，能够加强美国空军在作战中的杀伤力，让指挥更加高效，同时也让连队的决策体系更加的扁平化。一旦在作战中因电磁干扰或其他原因，指挥系统失能后，各作战单位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所措，依旧能够以连队作为最小作战单位，自行执行原定的作战任务。根据美国空军的计划，新编队将实验2年的时间。由于实验规模较小，而且刚刚开始，大兵尚且是没有查到这种新编队的实际效果。如果有什么新消息，大兵也会第一时间为各位更新。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2月16号，黎巴嫩武装势力首领哈桑·纳斯鲁拉发表了电视讲话，发誓将对以色列血债血偿，并着重强调了如今他们拥有能够覆盖以色列全境的导弹。所谓的血债呢，指的是2月8号阿里·德布斯被刺杀，以及在14号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的新一轮空袭。阿里呢是黎巴嫩武装势力的重要人物，他手下的拉德万部队是黎巴嫩武装的精锐部队，由2500名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呢全部经过伊朗的严格训练，而且装备精良，一些媒体称其为黎巴嫩的特种部队。事后，以色列承认了这次袭击，并说明这次袭击是作为之前以色列北部城镇萨法德遭受火箭弹袭击的报复。同时，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还称，阿里在去年3月策划了多起黎以边境发生的恐袭事件。与此同时，黎巴嫩多方势力也对以色列的袭击做出了谴责。除了刚刚大兵提过的要让以色列血债血偿的纳斯鲁拉外，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蒂同样谴责了袭击，并且表示贝鲁特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诉。如今的中东呢，就像是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坝，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第6次中东战争就会瞬间爆发。如今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同哈马斯作战的同时，还在应对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威胁，已经进入了3线作战的模式。虽然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局部战争中能够取得巨大的优势，但一旦陷入全面战争，以色列的实力还不足以快速地击溃如此之多的敌对势力，极有可能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之中。如果进入消耗战，以色列在人员、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劣势，此消彼长下，以色列的情况将会变得非常危险。因此，对于现在的以色列来说，以缓和局势避免陷入全面战争，或许是一种选择。而在红海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7号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一枚移动反舰巡航导弹和一艘自杀式无人艇发动了先发制人式的打击。而德国政府批准了德国国防军参与红海的护航行动，但尚未获得德国内阁的投票确认。内阁投票呢将在23号进行，德国国内媒体预测该行动大概率会得到通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德空军的护航下离开德国，继续他的欧洲访问行程。最近的泽连斯基可谓是非常忙碌，恰好赶上了慕尼黑会议。他在2天之内与多个国家首脑进行过会谈，其中包括了德国、法国、捷克、美国、荷兰等国家，并为乌克兰拿下了价值100亿的军援合同。这批合同呢，会在2024年中逐步落实，解决乌克兰最急需的弹药问题。而乌克兰呢也非常给力虽然17号撤出了阿夫迪夫卡，但在第2天，乌克兰国防部就发布通报，乌防空部队接连击落了3架俄空天军战机，包括2架苏34战斗轰炸机以及1架苏35战机。在10几个小时后，又在乌克兰东部击落了1架苏34战机，在24小时之内击落了4架俄罗斯战机。在乌克兰国防部发布通告后，俄罗斯在第一时间保持了沉默，最终只承认了1架苏34被击落，对于其他3架战机则不置可否。而俄罗斯刚刚拿下的阿夫迪夫卡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轻松。乌克兰军队在保卫和撤出阿夫迪夫卡期间呢，对俄罗斯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乌克兰塔夫里斯克部队集团新闻处报道说，乌克兰军队在1月1号到2月15号期间，在塔夫里斯克方向对俄罗斯造成了20018名人员伤亡，顺带消灭了199辆坦克和481辆装甲战车，其中大部分发生在阿夫迪夫卡附近。另外，根据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的消息，一名在阿夫迪夫卡附近作战的乌克兰士兵表示，俄罗斯军队仅在2月17号就损失了数百名士兵。而俄罗斯方面呢，则表示占领阿夫迪夫卡的过程中并没有遭受多大伤亡，反倒是乌克兰由于撤退时发生混乱，导致一些部队没有在第一时间撤出，从而被俄军围歼。绍伊古则说，
乌军在24小时内伤亡高达2400人。在上一期视频中呢，大兵说过，占领阿夫迪夫卡对俄罗斯来说呢，带来的战略意义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全歼当地的守军，消灭乌克兰的有生力量，那么俄军只是多占领了一座城市的废墟。但根据目前情况来看，俄乌双方的说法都存在一定的艺术加工。结合各种视频信息，大兵认为乌克兰的主力部队在付出一些代价之后呢，依旧撤出了阿夫迪夫卡。俄军的大放血计划实行的并不太成功。乌军在俄军的层层包围下成功的撤出了有生力量，一旦北约新一轮军援抵达，恢复去年的战斗能力，重新反攻夺回阿夫迪夫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